装潢小学堂上课喽！窗帘新风貌，谢老板都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窗帘界的谢老板。这一集要帮各位介绍是更专有的一个名词，譬如说软窗帘的组合，那大概是有哪些要件？那我想本集谢老板要跟各位介绍很重要的就是窗帘的专有名词。因为当你了解了这些专有名词，你才能跟你的窗帘厂商、跟你的设计师，如何就你的风格去做最适当的一个窗帘，然后在这方面才能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沟通。我想大家在以下要认真去听，知道什么是窗帘的一个专有名词。要了解窗帘，就要知道它的组成元素。譬如说我刚刚提过的软窗帘。软窗帘呢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布纱帘。那布纱帘不管早期的三折锦，或者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蛇形帘，又俗称 S 帘。那非常重要的是，它的组成元素有托架，然后还有轨道，然后以及布帘。那布帘里面呢，还有所谓的 S 插钩。那 S 插钩呢，又有分所谓的一般型跟不锈钢、不生锈，或者是它下摆。为了要让它整个更服帖，有铅条、铅块。至于硬窗帘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功能性窗帘或者是硬窗帘，那它组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，里面有上轨、布片以及下轨，那还有它的拉绳，拉绳非常重要，就是五金。因为一个好的五金便于你去使用，它的安全性。那更重要的是，你拉起来的时候更省力。我想，一个适当的窗帘盒对整体的居家空间来讲是非常重要。软窗帘，我们布纱帘一般要用到比较宽阔、比较多一点的窗帘盒空间。那至于现在所谓的硬窗帘，就是功能性窗帘，它事实上就希望它比较简洁。那窗帘盒要注意的是它的深度以及它的高度。那窗帘盒有所谓的隐藏式窗帘盒、内砍式窗帘盒，以及所谓的外露式窗帘盒。那什么样的窗帘适合你的布纱帘，适合你的功能性窗帘？我想这个适当的这个距离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。应该留多少的窗帘盒，在这个地方谢老板都会列表。那我们可以针对表上的一个尺寸，我们来做适当的一个运用。那有些人他会把窗帘去做隐藏式的窗帘盒，或者是内砍式的窗帘盒。事实上，在这个表格里面呢，不管你在跟窗帘厂商，或者不管你在跟设计师做整体窗帘的一个沟通跟介绍的时候，我想我们这个表格是给大家一个很适当，也是最好的一个运用。那我们做起来的窗帘盒呢，事实上是适用于你的一个住家，今天不管在软窗帘、硬窗帘，或者是电动窗帘。如果没有窗帘盒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所谓的布纱帘就软窗帘的话，我建议可以找一个还不错的型，加装一个上盖，那可以隐藏你的轨道，让整体看起来更完美。那如果是我们所谓的功能性窗帘，或者是所谓的硬窗帘的话，事实上现在比较先进的厂商，它都有搭配所谓的一个上盖。那你可以借由上盖的方式去灵活的运用，让你的窗帘做起来更为完整、更为完美。关于窗帘的配件，我们刚刚提到了软窗帘。那软窗帘里面有几个元素，当然有些人可能受限于预算，那我们可能都把它省略了。可是在这边，谢老板还是要很专业的提醒各位，譬如说我们上面的衬，一个好的衬可以让整体的幅度更为顺畅。那譬如说像纱帘的话，有时候我们可以适当使用所谓的透明衬。那在下摆，我们为了增加它的一个垂重的感觉，那我觉得一个好的铅条，甚至于铅块，这个都是增加它整体的一个服帖感。至于硬窗帘，谢老板非常强调就是五金，譬如好的五金让你有省力的感觉，有省力的装置。那有些循环式的系统，你不会有很多的一个拉绳，借由一个比较先进的五金，你可以适当去使用你所谓的功能性窗帘，达到让你有一种现代感跟追求良好生活的一个需求。
常常有人问谢老板什么是大舌，什么是小舌？那市面上常常说，如果不能做大舌，就做小舌。谢老板个人专业的一个建议是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尽可能把窗帘盒留出来，我们还是做大舌，展现出它那种飘逸的感觉。那至于如果空间真的不够，我也不建议一定硬要去塞一个小舌，反而我们可以截取传统的一个方式，让专业团队去发挥，选不错的布纱，那我们也许可以来做传统的一个方式，才避免掉小舌下摆凌乱的一种感觉。装潢小学堂下课喽！介绍完窗帘的专有名词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不要忘了在下面留言。下一集我们要介绍窗帘的布艺，记得回来哦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